终于到了，开了好远的这个窄路，大家看这里的风景确实很漂亮。哇，他们已经在刮大白了，他们这个外墙直接做大白。好，就把车停在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了石头大哥的第2栋房子，这里是他的施工现场，这是他改造的第3栋房子。Hello， 来，由于这里这个路太窄了，这路不好走是吧？对，我都担心车会掉下去。没有，刚才我们走过来的那一段是小路，还有一条路是从村部那边走的。但是不知道，走了现场后，我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是吧？而且我感觉它这个院法有点窄。如果说这边不是废弃的话，这边能不能直接？这边我们刚在修建的时候，村里面他就过来说了，他说以后可能沿河两岸他会种一些花花草草，所以我们的整个院子要推出1米左右。所以说我们和本地人呢，我们还是尽可能别起什么冲突嘛，我们还是退了。就这样子。对呀，我还以为如果说这边没有村子了，就可以延伸到外面去。没有，这是大家公用的地方嘛。虽然呢没有车子走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给路留出来。但是我过来，我发现那栋房子更有意思，刚好在旁边。对，那栋房子以后要拆的。要拆吗？啊，要拆的。你们这个外墙是直接刮大白吗？不刮大白了，现在是刮一层底料，然后呢上面涂抹的是一层那个稻草泥。哦，黄颜色的稻草泥，就是做复古的。对，做复古的。这个朝向比较好啊，那边看过去就是几座山。对啊，那边有几个山包包。这边呢是朝往重庆的方向，这里是出省到重庆的。哦，很近的。对面就是到重庆。对面是花园县，我们正在这边是宝鸡县。哇，这个房子的进度很快。变了样是吧？对。但我发现你们这边的房子都感觉比较小，都比较小。像这个房子以前它的进深只有5米，5米6、7左右。我们通过一个扩建呢，现在差不多达到8米多。那现在铺的就是楼板。这个楼枕呢，我们是做的很密的。楼枕做密一些，铺了楼板之后踩在上面呢，它才不会有那种晃动。啊。这是3公分、2公分厚的。对。因为你这个板子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这个楼枕。对，主要是靠这个楼枕。你看，踩在上面的话，它还是很紧实的。这个窗户我们也留得很大，可以看到讲的空间嘛。这个就是落地窗了啊！大家看这个窗户，我特别喜欢。搬一个桌子在这里，弄一个榻榻米啊。对呀，你就在这里看看风景是吧？太美了。挺好。就是这个楼层比较矮啊。对，它因为这种房子呢，我们是不能推改重建的，我们是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给它重新加固啊、维修啊。我看你们还整体提高了一点，整体提高了，大概提高了20公分左右。以前都是紧贴着那个地面的嘛。如果说不提高的话，还要矮一点。还要矮，然后呢，它那个地角呢，容易被雨水浸泡腐烂。这样子提高了之后，你看我们这底下呢，全部都装了一个通风的，对啊，留了一些通风的，底下全部都是空的，所以呢，以后这个楼板它就不会坏了。对，啊，我上次去，我看你的房子整个楼板都还没全部做上，是吧？我们那个不打算做楼板，不做楼板哦。对，直接打地坪装地板砖就行了。对，因为我感觉在山里面装这个楼板不实用，因为一下雨你出去又进来，到时候踩的都是泥。对，本来又没有那么勤快换鞋。对。风景最好的还是那边那个房间。对，这个房间风景没有那边开阔。因为在这里看过去就是这样，那边看过来还能看到那座山。其实那座山风景是最。其实，在河边呢，主要还是钓鱼的方面。对。喜欢钓鱼的朋友呢，在河边、江边呢，其实是比较好的。好在呢，这栋房子它是通车的，车子可以开到院坝。其实后期如果谈得很拢的话，也可以把那个地谈过来种菜嘛。租是可以，但是说真的买下来的话很难。在农村它都是这样子，你买了贵了你划不来，他卖便宜了，主人家他也绝对划不来。对，主要是它不是荒地，如果是荒地的话还好谈。对，这间就是我们的厨房了。哎，这个用来做卧室是最佳的。
我就特别喜欢这里有山有水，前面一大片湖，特别有那种很凉快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这里作为厨房使用率肯定很高，是吧？使用率高的话，这里就应该开个推拉的门出去，因为你不可能你知道往这个房间里看吧？就是说开个推拉的门可以走到院子里面。对，因为你院子到时候要把它围起来嘛。院子要打个矮矮的围墙。对，像这样的话，你从院子里就直接到厨房，厨房你就到外面去吃饭，就不得往那里面串了，是吧？那这样好一点。但是我们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这里是背后做一个房间，前面这里呢也是留空的，全部作为一个客厅的。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堂屋加上这里，加上这个厨房，变成整个一个活动的空间。活动的空间我们是留得非常宽的。我感觉像这样有点浪费了。其实大厅已经很够用了，然后这里就留一个整体的房间，留个整体的房间，那这里过道的话就不好留了。我就不要过道了，不要过道就成独立的了嘛。但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下雨天的话，你从外面靠近了再来煮饭了，也是。所以说，好多的是你考虑的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它又难以割舍嘛。对，反正像这样的话，可能大部分空间比较多。对。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间厨房的，因为比较宽嘛，它的视野也比较好。更适合用来做卧室啊，像这种。做卧室那真的太奢侈了。你做卧室嘛，就可以多做一点娱乐相性的东西在里面嘛。对，做卧室的话，我们这套房子的话，厨房就没有个好的地方去建。也是。反正当这个空间不足的话，还得做一些取舍。对，做一些取舍。因为厨房呢，可能也是，比如说一家人生活、起居啊，平时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。对。平时呢，做了一些美食啊，一家人享受那份喜悦嘛，大家一起在吃饭。我们考虑的是，在这背后呢，做个灶台，然后呢，在这边炒好菜之后，以后可能会在这边做一个吧台，这边吧台就放好菜之后，从这里端过去，在这边更靠近河边的位置吃饭，在这里吃饭，心情对，欣赏一下江面的风景。你这边这个面积是加建出来的啊？都是加建的。以前的话，这边全部都是竹林嘛，都是荒废的竹林。完全看不出以前和一点痕迹都没有啊！对，以前这里还是冒着铎子的。对。我看你这里楼梯都是用焊基的。对啊，因为这个焊基呢，如果我们是打混凝土的话，它可能比较占用地方。这个焊基呢是采用最简单的一种形式。对。后期的装修呢，我们给它涂一些漆，让它更接近房子嘛的颜色嘛。哇，这2楼已经做好楼整了。对，都铺了2间的木地板了。这上面是应该是2个房间吧？2个房间。大家看，跟这个厨房完全融为一体了。对，基本上整个平面都是一样的。这2楼才真的是太美了，就是在这里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，就每天趴在这里发呆都能发一天，是吧？那你仔细看一下，以前我们的这栋房子，它的整个屋檐是在大概这个位置那现在我们扩建了1米多出去，对，而且整个楼层给加高了，跟我们扩建的房子有点相似。对，有点相似。以前它是一样的，后面不一样。以前它的前面最高点就在我这里，还没到我的肩膀。现在我们是用这样的镀锌管直接给它接上去了。我感觉这个比木的更靠谱啊，这么粗。但是这个也挺费钱的。那一条也得几百块吧？这个。对，我们是给它直接焊接，像比如说这个，我们是直接把它切开，然后把镀锌管包了这个，把这个方子穿在里面，然后用螺丝给它拧紧，然后再给它焊接起来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有晃动的情况，非常的结实。像我们那个房子像这样推都有点晃动，它这个完全没有这种。我们考虑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整个路面还是不加高。如果整体加高的话，它一个房子呢，它会背风嘛。对。背风的话，它是因为这些立柱呢，
不知道它到底结不结实。如果你整体加高的话，它外面时间久了，上面的瓦片很重。不过也没有必要加高这方面，因为你是一个整体的房间嘛。整体的房间弄成2个房间肯定就不行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们整个屋顶呢也是做一个斜面的。啊，就这样子不做一个平面的吊顶。确实。这房间还是挺宽的，2楼。完全足够了，因为像这边就可以打理一些衣柜啊、书桌什么的。背后直接打衣柜嘛。对，打衣够用了。像这里应该铺楼板吧？这全部也是铺楼板，从这里铺行过去，以后这里就是一个坡道了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像这个堂屋，你觉得要铺木板好一些，还是这样子给它留空好一些？我感觉留空吧。留空它好一些。留空的话，1楼住起来可能人感觉更舒服一些。对对对。嗯。像堂屋，我觉得直接铺地板砖也好一点，因为堂屋里不住人嘛。堂屋的话不住人。对，直接铺地板砖好一点，因为堂屋的活动空间、活动时间更多，每个人都会去踩一下，你不可能每次都换鞋。因为木板它就是经常被这个打湿的话，它也腐蚀得快。对，你说的确实这一点。那人多了也容易变形。但是这栋房子呢，租在这边的肯定是不会干农活的，也要想这一点。主要是享受生活，更可能的是一些年长的人在这边旅居的去住。因为这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我可能会采用一个出租的形式，租给一些我的粉丝朋友去住。就是这栋房子也是考虑要租出去。对，租出去，改造好了之后这样子租出去的。其实这里我建议你把这个给它锯掉，锯掉装玻璃。这里完全可以留空，全部卡玻璃的。这一面墙我们现在还真的没想好一个好的方案来做。里面这个改造的整体也是可以的。主要我们改造房子呢，讲究一个还是安全第一。对。首先要把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，然后呢，把它的整体的结构给它加固好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再进行的调整，去怎么装修。像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已经是17年没有住人了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整栋房子呢，好多立柱啊、方子、墙板啊、屋顶上的瓦片都是烂掉的。但是这些立柱保留的还是挺好啊。对，还可以。这根立柱啊，都是我们换新的，给它换了一根新的，相当于也是偷梁换柱。这2块敲手呢，也是换掉了。这是才换的。以前的都是这个样子。确实，现在改出来，住着也很舒服，像这个房子。还是靠后期的装修吧。对，一般都是靠装修的。现在框架只要没有安全隐患，其实装修都比较简单了。对。我看这个露台不错，你们这个露台怎么用呢？这个露台呢，准备搭建一个类似于户外的凉亭。然后呢，在边上可能会做栏杆，大概1米高或者90公分的栏杆，做起来这个样子呢，小孩呢、老人上来啊，都比较安全一些。对。上面呢会给它盖起来，下雨天呢不会淋湿。应该还要安砖吧，这个露台。要安的。哇，这个房子真的是太美了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大家看。其实风景最美的就是这个露台的背后了。对，这个露台的背后就是一座石头山，那边呢又像一座，大家看那3个小山丘，是不是很美？你这栋房子现在改造下来大概花了多少钱啊？已经是差不多20万出头了。20万是加买房子吗？不止。加买房子可能就30万。对，差不多。确实，这个改造的成本很高。如果说完全装修好后，你打算要租多少钱啊？租啊？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好定啊，因为到时候要整体按照房子的改造成本，然后还有家具，再算最后的一个成本价格嘛。石头大哥主要也是喜欢改造这些房子，他每次路过这些风景好的，就感觉太可惜了，就想把它改造出来。如果不给它改造出来，把它留在这边太可惜了。对，你看他自己每栋房子都要定几10万去改造，然后到时候能不能租出去还是个问题啊。亏很多钱。去年那栋房子亏了这么多，
这栋房子呢，现在接下来又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但是现在好多都往农村跑，应该不会亏钱的。很多朋友也是想让我们给他们找一些房子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实际去改造，所以说，你现在就可以为大家完成这个梦想。对，就大家想在农村实现这种体育梦的话，就可以找石头大哥。算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事情吧，也做的有几个案例了。石头大哥还有一栋改造好的房子，我们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吧。好。